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惊雷般的呐喊划破了千年沉寂的夜空，也唤醒了沉睡的天下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农民的反抗，更是一股连锁反应，一场关乎王朝命运的大崩塌由此拉开帷幕。公元前209年，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群众起义之后，楚国名将后羿项梁也带着侄子项羽起兵响应。他们杀死了吴中今江苏苏州太守。24岁的项羽表现尤为出众，竟然一个人斩杀太守府的100多名卫兵，勇猛无敌。随后他们领着几千名吴中热血男儿加入反秦起义的大军之中。陈胜被害后，他的旧时将领吕澄怨愤难平，吕澄很快就重新打出张楚政权的旗帜，把被秦军占领的陈县夺了回来，接着便和部将昭平一起投奔项梁，并拜项梁为上诸国大将军，反秦斗争再次复苏。没多久，项梁便立楚怀王的孙子为王，人称楚怀王。项梁、项羽一路奋力杀敌，相继攻破登阿、定陶等地，秦军被打得四下逃散。另一边，位于沛郡（今江苏沛县）的中阳里也传来了百姓起义的消息。带头人名叫刘邦，原本是个平民，他从小就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。好在他善于察言观色，能言巧辩，和县里的官吏们的关系都很好，因此混了个亭长，管理10里以内的小官的职位。有一天，刘邦看到秦始皇巡游时的宏伟场面，顿时羡慕不已，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如此。因为秦二世征集全国劳力去修建骊山陵墓和阿房宫，刘邦作为亭长，必须要把当地能劳动的百姓都送去服劳役。这一天，刘邦带着许多劳工朝骊山行进着，可队伍中不断有人逃跑，到最后人越来越少，他愁得唉声叹气。照这样的情况，就算到了骊山，自己也会因为人数不够而被杀头。想到这，他干脆趁天黑之后，把捆着劳工的绳子都解开了，嘱咐他们跑得远远的，是死是活，听天由命。正当大伙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发现路中间横着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蟒蛇。刘邦几步跨过去，挥起佩剑就把蟒蛇从中间砍断。一些人谢过他之后就离开了，还有一些人则表示会无怨无悔地跟着刘邦，以报答刘邦的救命之恩。刘邦考虑再三，决定带着这些人躲进芒砀山避避风头。眼看全国各地都在起义，沛县的县令也想响应反秦运动，一方面赢得起义军的信任，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继续掌握沛县。当时县衙里还有2个次一级的官吏，一个叫萧何，一个叫曹参。他们觉得想要稳固势力，首先要壮大自己的队伍，于是县令按照他们的意思，把逃亡在外的沛县人都找了回来，然后请樊哙去找刘邦。樊哙是刘邦的好朋友，没过多久，他就把躲在芒砀山里的刘邦带回沛县。同时跟随他们的还有当初留下来的一些劳工，以及陆陆续续跑来投奔刘邦的百姓，加起来有100多人。县令刚把樊哙派出去，又觉得这么做不妥，他害怕刘邦不愿听从自己的安排，要是让他回城的话，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，不但沛县不保，自己都有可能被他杀死。于是县令抢先一步把城门关闭了，下令谁敢开门就处死谁。接着他吩咐士兵把萧何和曹参抓起来，没想到2人预先得到了消息，早就跑出了沛县。他们躲在半途中，等着刘邦的到来，把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刘邦。刘邦决定号召百姓起来造反，然后里应外合攻破城门。他写了一封信，搭在箭上射进城里。百姓们本来就对县令的做法很不赞同，气愤的百姓蜂拥冲进县衙，杀死了县令，然后打开城门迎接刘邦。在百姓的拥立之下，刘邦借用斩杀白蛇为象征，投入到起义当中。因为他是在沛县发动起义的，所以人们也称他为沛公。公元前208年，项梁带领大军一鼓作气朝咸阳逼近。秦国将军章邯奋力抵抗，但项梁勇猛善战，加上起义军个个士气高涨，
秦军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，濮阳今河南滑县东北，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南，相继被起义军占领。而这时，刘邦也带着大批人马来投靠楚怀王。驻扎在定陶的项梁立刻派项羽和刘邦前来支援，并让两人继续朝咸阳进攻。项羽和刘邦不负众望，在交战过程中杀死了秦朝将领李由。眼看秦军所剩无几，章邯急忙跑到咸阳，重新征集军队，准备趁项梁疏忽大意的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。项梁因为过分轻敌的原因，不幸死于战争之中。楚军失去了首领，顿时变得人心惶惶。章邯乘胜追击，把项羽、刘邦等人逼到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，众人无奈，只好死守彭城。章邯眼见项梁被杀，楚军变得萎靡不振，便以为事情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于是抽调大批军队来到黄河以北的地方。这儿正是新成立的赵国所处的位置。章邯把先任赵王赵歇打得落花流水，赵歇最后退居到巨鹿（今河北邢台）。章邯久攻不下，只能把巨鹿围个水泄不通。随后，章邯又把军队一分为二，一部分由自己带领在巨鹿附近囤积粮食，剩下的则由王离带着继续围攻巨鹿。城里的赵歇急得团团转，而城外闻讯赶来的齐国、燕国的军队却因为惧怕秦军的实力而不敢出手相救。赵歇只好派人向楚国求救。楚怀王得到消息后，立刻委派宋义和项羽谋士范增一起带军北上。公元前207年，宋义带着楚军赶去增援赵国。虽然他是大将军，却是贪生怕死的人，全凭自己能说会道，才博取了楚怀王的认可。宋义从没想过要和秦军打仗，因此在军队到达安阳（今山东曹县东）的时候，他便下令不走了，而且一停就是40几天，不管将士们怎么提议，他都按兵不动，每天只在军营里喝酒消遣。最后，项羽怒气冲冲地跑来找宋义，非要他出兵。宋义勃然大怒，骂项羽以下犯上，并声称一切军中事务必须听从自己的安排，要是有谁胆敢违抗的话，一律按杀徒罪论处。项羽不服，直说宋义不配做将领统帅。宋义冷冷地指责项羽只是一介莽夫，不懂得行军打仗的策略。项羽憋着一肚子怒气，只好无奈地走出营帐。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项羽就穿着全套盔甲出现在宋义面前。他最后一次问宋义出不出兵，宋义仍然不同意。于是项羽拔剑一挥，宋义的人头应声落地。接着项羽便向全军宣布由他顶替大将军的位置，并吩咐将士们做好出战准备。项羽首先派英布和蒲将军带领一部分军队先抵达巨鹿，自己则留在河边观看局势。王离想着章邯就在不远处驻守，周围诸侯国的援兵也不敢轻易朝自己发动进攻。楚国的军队虽然过了河，想必他们也和别国一样，只能干着急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城里的赵王歇更是着急，粮食越来越少，如果再得不到援助，恐怕就要饿死在城里了。可是英布和蒲将军一渡过河，就朝王离的军队扑来，秦军还扔在那里不知所措。楚军早就杀红了眼，王离万万没想到楚军竟敢如此大胆，他过于轻敌了。秦军没抵抗多久就败下阵来，英布便马上下令停止战斗，把军队全部带到河边。他这么做，一来可以引诱王离和章邯的部队，二来也能帮助项羽顺利渡河。项羽闻听英布和蒲将军打了一场胜仗后，喜不自禁，他决定再次出其不意，发动进攻，不给秦军思考和休整的机会。项羽率军渡河，然后命令全军士兵随身只携带3天的干粮，把所有船只和煮饭的铁锅都打破，沉到河底。士兵们一看，知道这场仗一定要赢，个个都精神抖擞，士气高涨，定要与秦军拼个你死我活。项羽首先和范增商量，先去攻打王离，把运输粮草的通道堵住。赵国也随即解放出来。
范增则带着一部分军队去围攻章邯，但不要正面冲突。等王离的军队被消灭后，再率领全军一举拿下章邯。于是英布和蒲将军带着人马把运输粮草的秦军控制住了。项羽带兵去攻打王离，范增在章邯的驻守地替楚军主力打掩护。项羽和王离的军队交战了好几回，终于项羽大获全胜，俘虏了王离。然后项羽和英布等人跑去增援范增，隔着很远的距离就听到士兵喊声震天。项羽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楚军士兵都在擂鼓呐喊，一旦秦军出动就停止击鼓。三番五次之后，章邯顿觉楚军有诈。正好此时一个探子来报说，围困赵国的军队全军覆没，将领被擒。章邯急得率军朝巨鹿赶去，没想到项羽早已守候在军营不远处。项羽一见章邯，就想到叔父项梁的死，两个人很快就厮杀起来。章邯毕竟不是项羽的对手，几个回合之后，秦军便落了下风。项羽是越战越猛，楚军士兵也不堪示弱，秦军被打得抱头楚川，章邯也落荒而逃。项羽兵胜之后，并没有接受赵国的邀请，而是坐在军营里接待各国诸侯将领和士兵。诸侯国的军队本来战战兢兢，不敢上前帮助被困的赵国，后来看到楚军奋勇杀敌的场面，尤其看到项羽勇猛的气势，每个人都被震得说不出话来。从此，项羽这个名字成为了反秦的象征，也成为了后续楚汉争霸的主角。而刘邦也在这场烽火乱世中悄然积蓄力量，等待属于他的时机。